今天周一讲历史，今天讲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国首富，中国第一个首富，你们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谁。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哎，这玩意儿是我发现的，中国第一个首富。哎，大家为什么不知道他是谁啊？怎么就没有人宣传啊？或者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就没有把他跟首富两个字儿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在1983年啊，1983年，你妈想想，好多人观众都没出生呢。这个哥们在1983年就有2000万现的啊，你说他是不是中国首富？他绝逼是中国首富啊！因为1989年暴乱的时候，那个当时最大企业家叫四通万润南，万润南当时也不过就有100万人民币而已，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有2000万人民币啊，所以呢，他呢当时呢把这个钱呢就是没带走啊，也是没办法，赤身裸体就跑了啊。哦，释永信，好，那我们今天不是穆其中，那么大家都知道了，穆其中哪有2000万呀？抓穆其中的时候，穆其中连1000万都没有啊。好了，1983年老王还在玩泥巴，那可不，1983年我他妈还没，我是刚上小学，我82年上的小学，我还记着呢。1982年元旦啊，那个我们小学画的黑板报我还记得，画了4个红灯笼，上面写着元旦快乐，我记忆犹新。好了，哦，小齐 Michael 张，谢谢你打赏我，祝你发大财啊，生日快乐，行程愉快。沈阳首富啊，你仁哥哪你仁哥啊？释永信的讨法跟你仁哥有点类似，就是我一看释永信这跑法，我就知道释永信大和尚生活在少林寺供应的年代，还他妈脑子还在那个年代呢。但是呢，他又不如你仁哥玩的漂亮，所以他就被摁住了。老王不能叫他老释，那边的全叫老释啊，对，是老啊。好了，我们对包包有青春的一面啊，包包这个人还挺正气的啊。我们接着说中国的首富。首富之前，我先因为我现在的观众朋友啊，既有台湾的，也有年轻的啊，他们不太了解形势啊，不太了解刚刚发生的历史。我现在给你们先背书一个历史啊，就是我们周一嘛，那不是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有几个钱呀？老百姓怎么可能买得起汽车？1980年，什么人要买汽车？国企领导、县里边的领导、乡里边的领导、市里边的领导，他都要有汽车，都要有坐骑。后来是都有奥迪了，那个时候他哪有奥迪呀？你想想，都是北京吉普。你想想，中国那个北京吉普，从他妈60年代北京吉普就普及了，到了80年代啊，就是那个北京212。你要是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你是不是瞅着北京吉普来气呀？北京吉普也不配呀，这个东西啊，省里边也是啊，省领导也是，那觉得这个太颠了，而且那个皮座椅都裂缝了，那个人造革都露出来线了，因为旧啊，所以当时中国对于汽车官价，那叫官价的需求量就是天量，嘿嘿，那跟老百姓的彩电是同步爆发的，只不过老百姓不知道嘛。所以真正我告诉你们，看老王的频道长知识，真正关岛赚钱最多的不是彩电，是汽车，前面加上俩字走私。走私汽车，为什么走私老王？还废他妈话，因为中国那时候没有汽车。中国虽然有什么东风汽车厂啊，就是实验的；长春汽车厂啊，就是后来的一汽；上海汽车厂啊，后来的什么上海大众。那个时候哪有啊？1980年的时候都没有，那都是就是上海汽车厂、长春汽车厂、长春一汽、东风二汽和上海汽车制造厂，他们那些车型都老的不得了啊，就是都已经完全过时了，没有什么现在的上海大众、什么一汽奥迪啊、长春什么雪佛兰没有，不是这个东风雪铁龙没有，全是最老的老爷车，所以没有人买。所以你要是有走私汽车的能力啊，那你他妈你想想你是啥？我操，那不是你就是财神爷呀！因为以公家的名义买汽车的这个需求量太大了啊！
不是私人的啊，都是县太爷以上的、县老爷以上的都想买汽车。中国首富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大家可能你们知识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因为年轻人不知道，我给你们补充一下，就是让你们叹为观止啊！中国汽车圈都知道，不像今天中国汽车席卷全世界，全世界都不让中国进口，说不让中国出口，比亚迪到美国，美国汽车滋儿吧乱叫，不是这样的啊！当时1980年代的时候，汽车圈是这样的，第一个引进汽车叫上海桑塔纳。上海桑塔纳就是大众桑塔纳，普桑我们北京人叫普桑。普桑刚刚从德国大众引进到上海的时候，也是落后车型，不是它先进车型。德方就是德国大众的定价建议零售价格是8万人民币，记住了，是德国人说我们卖8万人民币就行了，就是差不多1万美元就行了。上汽不同意，上汽说这要扰乱市场，上汽给国家纪委上报我们的定价是18万人民币。德国人都傻了加个1，没错，就是他妈就这么黑呀！不是德国人黑，是中国人黑，是中国不能让老百姓买这么便宜的车，这还行？你妈是个人都买，加个1。所以原本上海大众桑塔纳普桑的定价是8万，调成了18万，在上汽的建议下调成18万，这是事实。18万呢，1980年代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根本就没骗你。上海大众普桑为什么敢卖18万，还觉得自己卖便宜了？正是因为走私车都是20万起跳，走私车的起步价是20万。所以上海大众更比德国人了解中国。你别看我们穷，我们官老爷可不穷。所以呢，18万已经是打折了，就这么了。当时什么概念？你们知道北京当时的肉，我拿着肉票去那儿排队，你们知道当时北京的五花猪肉多少钱一斤吗？5毛到9毛人民币一斤。国家公务员的月工资是20到30，一个月20到30。北京一套四合院那时候卖5000人民币。北京大学所谓的这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不过是40-50人民币。所以一台大众汽车卖18万人民币，基本上相当于现在，我也没换算购买力我个人觉得当时的这个18万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万，得有1-2千万不止一台车。所以老百姓根本不会去想的，老百姓不想，跟现在什么大概就是说买了一个顶级配置的还不是劳斯莱斯劳斯莱斯都便宜了顶级配置的这个法拉利顶配法拉利，老百姓不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18万大概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在北京，我们在中国还有一种钱叫外汇券，你知道吗？不是人民币就叫外汇券，就是也是人民银行印的，长得跟人民币很像，比人民币小一圈，叫外汇券。你拿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什么好东西都能买着，也不用排队。包括故宫淘汰下来的那些文玩珠宝珍宝都能买到，友谊商店就有清朝的珍品你必须问马未都，马未都说过这个事儿。你拿人民币就不让你进友谊商店，海员商店它不让你进。所以国产汽车因为羸弱不堪，完全没有车型，所以呢桑塔纳在80年代末出现的桑塔纳上海普桑是第一个，在此之前有恃无恐定价18万，在此之前一水的走私车全是20万起步。你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有东欧车，有韩国车，有日本车，全是走私过来的。所以他敢卖18万的普桑，那如果你手里边有这样的把走私汽车给他上了牌照，
上了这个公安局给你认可的这个合法牌照，你想想你手里的权力有多大？你想想这个权力难道能是国务院总理拿着吗？不是啊，这个权力是谁？你们记住这个名字，在辽宁省沈阳市有一个脑子灵活的人，他手里就有这样的权力。这个人叫卓长仁。卓长仁，这个卓是卓越的卓，长短的长，仁义礼智信的仁。卓长仁，卓长仁是什么人？卓长仁在1982年，他是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一个科员，不是科长哦，科员啊，小不点的芝麻官。但是他有什么权利？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汽车产品科，他是管什么的？他手里有把走私汽车洗白的权利。也就是说，走私汽车在卓长仁他们单位手里给你盖上章，出了介绍信，盖上章，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合法户口的洗白了的汽车。1982年，一辆走私汽车，你们看过香港港片吗？老港片在香港啊，货柜码头全是偷来的什么皇冠，日本的皇冠，李赛凤和他妈的什么洪金宝扮演警察卧底啊，还有那个袁彪、袁华，成龙就跟那些黑社会啊，在这些汽车的货柜上以死相搏。你们记不记得这样的场景？我一说，你们可能脑海里马上补80年代的港片，好多好多这样的场景。对，黑社会确实都有货柜，货柜里边确实放的都是日本皇冠、丰田啊。我告诉你，那车谁买的？卓长仁买的。那些车无论是偷的也好，还是正儿八经买过来的也好，那些车到了香港，上走私船，运进广东啊，运进广州。然后这些车有一部分辗转就会到辽宁沈阳卓长仁手里。卓长仁一年卖100多辆，卓长仁不是最大的，但是卓长仁是就是单体最大，剩下的小打小闹，卓长仁是把整个北方生意都给控了。卓长仁一年就倒了100多辆，一辆车他挣20万，我操，他倒了100多辆，他就一年干进去了2000万的利润。所以你说卓长仁是首富不？1982年啊，我说的是1982年，玩的太大了啊，那比现在厉害多了。那这挣钱，1982年的20万，你们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如果1982年什么蓝鸟、虎头奔，什么他妈的皇冠，你他妈能20多万弄到手里，那卓长仁就是这些人的爹呀。所以走私汽车在卓长仁手里边一摇身一变成合法的，卓长仁这1年多就挣了2000多万。所以正儿八经的中国首富，就是1983年左右的中国首富，1982年的中国首富，不是什么你们知道的这些什么企业家，屁都没有。那时候连10万20万他们都没有，是卓长仁。卓长仁有他妈上千万人民币，1982年至少1000万吧，因为没有人去统计卓长仁，但是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卓长仁可能至少有2000万。那我们就保守一点，他也是千万富翁啊。你们知道1983年啊，那一年中国人民日报上宣传的个体户的典型叫年广久，傻子瓜子儿，安徽的芜湖人。年广久，过年的年，他姓年。年广久因为他开了个瓜子厂，用他们家配方炒瓜子不掺假，不用霉变的瓜子儿，叫傻子瓜子儿。傻子瓜子儿雇员工100人，年销售额100万。不注意，不是利润啊，不是税后利润啊，是销售额100万。被邓小平点名表扬、保护支持，恨不得接见给他发大红花。这是中国当年的首富，叫年广久，就是明面上的首富，就是他们销售额100万，
那操你人家是一年税后利润2000万，所以年光酒就因为这么点事儿也差点被抓起来。为什么？你个人啊，你一个个体户啊，你雇了100多人在你的瓜子厂，你他妈的你是不是资本主义啊？是不是要抓你啊？所以当时邓小平为什么接见年光酒，要给年光酒背书呢？因为真的有人要抓年光酒啊！你就是因为你是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你。所以，家人们，82年的2000万等于今天的60亿，家人们不是啊，你们不要这么简单的算啊，家人们。为什么不是60亿呢？今天中国真的有人能拿出60个亿来，比如说，远平就能拿出60个亿来，巧巧肯定也是拿10个60个亿都没问题，甚至中国这些企业家，包括马云都能拿出60个亿来。1982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除了卓长仁能拿出2000万来。1982年连邓小平都拿不出2000万来，邓朴方都拿不出来，赵紫阳都拿不出来所以不是60个亿啊。你今天60亿有很多人能拿出来，那个时候不是的啊，那个时候没有啊，所以你不能这么算，你这叫以购买力算，那不真实啊，那不真实，你还要有资源稀缺度来算。所以我告诉你们当时的新闻报道，1984年10月22日，1984年10月22日，年光酒被抓起来了啊，就因为他卖瓜子儿，他可没有干坏事，他就卖瓜子儿。邓小平特意在中顾委第3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对傻子瓜子儿年光酒的处理，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的问题啊，就雇佣员工的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的受不了。我的意见嘛，就是放2年再说啊。我的意见是放2年，如果你一动啊，就是你把年光酒一判刑，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喽。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儿，就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好处。让傻子瓜子儿不妨再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得了社会主义吗？这是邓小平亲自表态，才算能保住这么一个年销售额100万的小小的芜湖安徽瓜子厂。那你想想，一个哥们儿自己在那儿倒车啊，一个他底下有个小机电公司，他倒车干了他妈2000万一年，有人保得了他吗？有没有人要抓他呀？所以1982年他太露富了，卓长仁是铁杆的中国首富，在沈阳太显眼了。出门出差去广州，一水儿的中国民航飞机过去，不是一个人坐飞机，不是领导坐飞机，弟兄们坐卧铺，不是，全体团队一起坐飞机。你们想想，1982年的飞机，那贫穷限制你们想象力。你们以为1982年的中国民航是这样吗？不是，我还记得我爸爸第一次坐飞机，那不是1982年，那是已经1980几年了，就反正还是80年代。坐飞机是发茅台的，我操，你丫没听错，坐飞机给你真茅台，而且呢，坐飞机还发礼品，是檀香扇。我记得我爸给我拿回来了两次檀香扇，还有温度计，特别精美的一个小挂件，能够挂在那个墙上的一个温度计，特别精美。坐飞机给一堆东西，然后你知道我爸他们土嘛，因为他没坐过飞机嘛，那把飞机上面那个一次性用的那个吃饭的刀子叉子都带回来啊，这个吃的可好了。人说那个时候吃飞机餐不像今天飞机餐，那是垃圾食品了。那个时候飞机餐啊，操，那非常好。人家卓长仁全体团队坐飞机啊，经常打飞的呀。1982年，我操，吓死个人！辽宁省委书记都没有他那么狂，所以呢，公安机关就盯上他了。公安局自古以来的公安局就是杀富济贫嘛，对不对？所以公安局就盯他了。盯他之后呢，卓长仁一想，我操，我得跑。那卓长仁就跟翟山鹰一样啊，翟山鹰也要跑啊，盯上自己了，自己犯事了，跑吧。那现在是往迪拜跑啊，是往加拿大跑啊，往美国跑，申请政治庇护，我反共专业户啊，我要政治庇护啊。那会儿不用，那会儿好啊，那会儿不用跑那么远。说老王大那会儿跑到天津去就行了吧？哇，那太早了，那是1910几年啊，你跑到天津就行了。但是1980几年呢，你也不用跑到美国那么远，
你跑到韩国就行了。跑到韩国为什么就行了？因为韩国在1980年的时候，朝鲜战争后遗症跟中国是仇敌。你跑到香港或者跑到台湾就行了。南方人你就去香港、台湾，北方人你就奔南韩。哎呀，多近呀！到了那儿你就安全了。所以当时的台湾是这些人的吸铁石大本营。80年代蒋经国时代，蒋经一次性刮胡刀，一次性肥皂，没错茅台对。好嘞我跟你讲镂空雕花檀香扇带流苏我操，Angela 你说的对，我们家那是同一个版本，镂空雕花的带流苏底下带流苏，啪打开时候倍儿香，扇着这么长，小扇子打开这么大，小折扇，哎呦那特别精美我跟你们讲卓长仁那个时代就1989年，不是1982年，183年，他不用往美国跑，他只要往台湾跑就行了。台湾当时是什么？流行音乐，苏芮、邓丽君流行音乐文明，经济收入高，台湾人亚洲四小龙那时候最有钱的时候，跟日本一样有钱呀！操他妈，台湾是好所以为什么蒋父子干这个事儿呢？因为他们打败了以后，他不甘心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呢？就是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成建制的？就是以制度性的欢迎中国大陆来投只要你反共，甭管你之前是干什么的，你就是杀人放火，你只要来了台湾，台湾国民党都给你高官厚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954年1月23号开了这个先河。1954年1月23号，志愿军韩战基本停火结束。志愿军战俘就是被美军联合国军俘虏的这些志愿军老兵，有14000人，就是大概2/3，一共2万多战俘，3万战俘不到，其中14000个战俘不愿意回大陆，要去台湾。蒋介石欢迎。1954年1月23号，14000名反共义士登陆基隆港。那你想想，台湾呢，就是锣鼓喧天，是红旗招展，彩旗飘飘，是大红花、大绶带。从那以后，台湾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反共义士，前来叫弃暗投明，整天用广播往大陆广播因为飞行员、舰长军舰，你都过来您过来吧就是都给你钱，给你们女人金钱美女，反共意识弃暗投明。所以从1960年以来，最大的这一波，就是享受这一波红利的是中国沿海的解放军歼击机部队的飞行员们。那么从1960年到1990年前后这30年国共两党针锋相对的敌对30年，共计16名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13架军机投奔台湾，其中最高峰的那个飞机最好的是米格21。1983年，米格21的驾驶员叫孙天琴。孙天琴驾米格21投奔台湾后，台湾组织宣传列车工作队在大篷车环岛游行宣传孙天琴，不但给予高官给予美妻漂亮女人，还给了7000两黄金作为酬金孙天琴牛逼的不得了孙天琴那是最高峰给的最多，没有人再给他比的给的多了7000两黄金。反共意识，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说完了你都心动了吧？所以你如果要在中国混不好，你去洛杉矶干什么？你去洛杉矶钉棒子广场你也听不懂所以你去台湾那就是80年代的一个时代窗口。所以在中国那时候你就放心大胆的胡来，你胡来失败之后你就奔台湾去。卓长仁这么聪明的人，他就这么去了他就去了。他多聪明行动力多强他全体，他就跟施永信一样带了一群人去的，全体核心团队，人家1983年人家就走成了。他卓长仁本人、江红军、
姜是姜子牙的姜，姜红军、高东平、王彦大，高东平是女的，安伟健、吴云飞，6个人都沈阳的啊，6个人。1983年5月5号劫持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航班，飞往大韩民国春川军用机场。嘿嘿，你看牛逼不牛逼？真去了！我操，卓长仁带着6个人劫机，这个高东平是他们财务啊，财务总监都带着呢啊，财务，所以高东平也是唯一一个女性。所以呢，他怎么玩这个事儿啊？第一，他们6个人坐飞机非常有经验，他整天打飞机有的是钱嘛。第二呢，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他们搞定了2把手枪，72发子弹。他们带了2把手枪，72发子弹上这架飞机，还有若干把刀，操，全他妈带上去了。说老王啊，他们怎么带上去的呀？这个我告诉你，他们怎么带上去的？因为他们经常走私汽车。所以他们那个车不是好多从香港那边偷来的，什么皇冠蓝鸟的，经常也要进口一些汽车配件。这样的话，他们因为车坏了，他的进口他们也倒腾汽车配件，你知道吧？所以呢，汽车上面有很多管道啊，有很多管件是金属的，他们经常拿着这些管件上飞机，随身行李带上去了。所以当时他们发现把枪啊是可以拆下来放在汽车温度调节器里的，就是那个汽车温度调节器里，那都是管嘛，放个枪管，走 X 光，如果不是有人检举你，特意看不出来啊，因为谁能想得到啊？所以呢，他们很聪明，他们让高东平带这个上去，所有的武器是高东平带上去。为什么？高东平是个女士，女士的包里边又装的是高东平拿出来的这个工作证。又是汽车什么什么配件什么的搞这个的进出口的，对吧？汽车调配科的。然后呢，他呢携带的又是汽车温度调节器，所以他过关的时候，过那个扫描的时候，他就过去了啊。金属一看是金属，进去了。高东平上了飞机以后，拿他的这个行李箱，拿他这个包交给了卓长仁，卓长仁背着他的包进厕所，组合拿出来枪，组合好，出来之后。2把枪 ，N 把刀，控制飞机。那飞机那必须得控制啊，每人都有刀啊。顺利的飞到了韩国春川军用机场，不是韩国民用机场，春川军用机场。第一天啊，全世界都懵逼了啊，因为是第一回啊，我操，凡事他妈人走到仙了，我操！台湾第一天也懵逼，台湾第一天中央社都是按照韩国报道、国际报道。劫持飞机了，按劫机犯报道的。因为当时我小时候那劫飞机是阿拉法特他们经常劫飞机啊，劫飞机或者飞机上有个炸弹给炸了，就飞机飞到天上被炸了，然后就是至少有2个3个组织会宣称这是我们干的啊。我小时候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啊，我现在理解了。中国革命之所以成不了，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组织。比如哪天中国的一架民航炸了，就有这样的组织宣布是我们干的，这才叫真正的革命。为什么？融资嘛，你要真正是干了事儿，才会有反对的经济势力给你投，因为你们这波人是 professional 的，干革命了嘛，不要命了嘛。所以好了，我们收回来，就是他就台湾第一天就懵逼啊，也跟着劫机犯报道。第二天，中国国民党这些什么国家安全部就反应过来了，那妈逼的，世界说我们劫机。说他们是劫机犯，我们台湾不能说呀，这是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最好的这他妈的这个叫什么？这叫牌呀，这不是一张大牌呀？这什么一下来6个，一架民航飞机都给他劫了，就说明共产党多么不得人心呀，说明我台湾国民党多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前途啊！所以第二天，台湾中央社全部推翻国际报道，不说是国际劫机犯了。全部台湾的报道，台湾报道和西方的亲台湾的中文媒体全部统一口径，叫6名夺机反共义士，6名叫夺机啊，不能叫劫机啊，劫他妈就劫不是流氓的行为吗？就是夺机，勇夺，夺机6义士叫夺机6义士。
口径统一为夺击六义士，唾弃暴政，向往自由。国民党倾全党全国之力，在台湾组织了6个国际大律师，组成不6个人吗？1个人1个啊，6个律师，国际辩护天团飞往韩国，在韩国的法院打官司。他们不是阶级犯，他们是被迫害的，要营救到中国。哎呀，那把中国给气坏了。中国肯定生气啊，因为你从哪个角度看，他不是他妈劫机吗？他不就是劫机吗？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劫机吗？他就是典型的劫机啊！怎么你他妈逼还就来夺击六义士，唾弃暴政了呢？所以中国不干啊，中国就是那劫机犯，当然按照国际惯例，你要遣返回来啊，这还了得？这官司一打就是467天呀，1年半呀。官司在韩国打了467天，这6个哥们儿啊，1个姐们儿，5个哥们儿，这六个所谓的义士啊，卓长仁、卓首富、首富和他的团队们啊，在韩国受了1年半的罪。1984年8月13日，哎呀，台湾居然胜诉了，韩国法院终审，台湾胜诉，哎，国际律师天团胜诉，这不是劫机，这是被迫夺机，这是唾弃暴政。因为韩国那时候也恨中国嘛，所以呢，1984年8月13号，467天的官司打完，6位大神抵达台湾，受到了台湾人民和政府夹道欢迎。我操，那说卓首富当时达到人生巅峰了，我操！中华民国政府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把6人冠以夺击6义士的美名，并依据反共义士起义来归奖励条例，给6个人1000两黄金，巨额奖金，折合每个人给了250万新台币。这是250万新台币的购买力，我不知道啊。1984年8月，250万新台币能在台北买什么东西啊？买什么房子？咱们不知道啊。这个弟兄们，这算是他妈反共义士起义归来！我操，这6个货就反共义士起义归来奖励条例了。这是国共两党多他妈混蛋呀！这他妈叫反共义士！我操，起义归来！我操，劫着民航飞机去的，那飞机上有100多人呢！我操，都给劫去了。1000两黄金啊，250万新台币呢，什么给了250万，这就注定了他们是250的人生了。我操！你看这个估价啊，不能瞎估。你哪怕给个288万、300万，你差这点钱吗？那钱新台币不都是你老蒋印的？哎，给了250万新台币。结果呢，主犯就是别叫主犯了啊，人家就是义士啊，这个团队首富卓长仁和江红军啊，原平潭县人民武装部弹药库管理员江红军，2个货呢领了这些钱以后啊，炒股失败，在台湾炒股做期货，还想挣更多吧。首富尝过钱的滋味，知道250万台币不够啊，还要再挣，结果呢赔了啊，不懂金融赔了，决定呢，妈的绑票吧，这回是绑票去了啊，绑票，共同绑架了前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明之子王俊杰，而且呢不守黑道规矩，把王俊杰撕票了。哎，就是操你这1991年8月16号，也就他们劫飞机之后7年啊，差不多7年整啊，到了台湾7年整。首富卓长仁呢就策划绑票啊，就把他们把那个一个姓王的台湾小开给绑了，而且还给撕了。那你这全世界这回不算你义士了，你不能再往中国跑了，所以他就2头都得罪了。2001年8月10号，拖了10年之后，2人于台北看守所执行枪决。卓长仁啊，白衣长风，我操，穿着他妈的被枪毙那天穿着小马哥同款的大风衣啊，大喊中华民国万岁，我卓长仁是冤枉的。他冤枉个屁！操，中华民国没有冤枉这个的先例啊，就是他干的。我操，那就给他枪毙了。所以刚才有人问
说卓首富还活着吗？卓首富2001年枪毙了啊！枪毙那年，卓长人、卓首富53岁啊，53岁，也就是说，卓首富在30多岁的时候就挣了2000万，1983年嘛，他就挣2000万。那时候他才33、4岁啊，卓长人就是中国首富了。然后在他40岁左右的时候呢，就为了逃避沈阳的这个军贫富啊，就是他妈的铤而走险，劫飞机跑到韩国去了。然后在台湾呢又混了7年，犯了事儿，然后在台北看守所关了10年啊。说台湾怎么枪毙一个人枪毙10年之久呢？那不是啊，因为国民党不想枪毙卓长人，当然这个好理解吧？就像共产党不想把释永信公诸于众一样啊！原来你少林寺果然是藏污纳垢、暗藏春色之地。原来是鸠摩智说的台词啊！鸠摩智哈哈哈哈，金轮法王来个哈哈哈哈！原来你少林寺乃是暗藏春色、藏污纳垢之地，所有的人都知道鸠摩智是个坏蛋。我操，少林寺怎么能这样呢？结果我操，现在幡然悔悟，等等等等，鸠摩智好像是好人哦，鸠摩智说的才是实话呀。所以，共产党如果把他妈的释永信啊树立过为宗教领袖，我你妈宗教领袖有私生子大和尚，我操，能有那么多钱打脸。所以共产党怎么处理释永信挺头疼啊！我跟你说，国民党怎么处理卓长人，他们也挺头疼。这货本来就是个劫机犯，到你这儿他妈不但变成了他妈好人，还给钱，还给英雄称号。那现在好了，他原形毕露，他反社会人格，他那样的他在哪儿他都他妈不老实，因为他把人家给绑了撕票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台湾国民党呢就想把这事儿往后拖，哎呀，往后拖啊，咱们不着急弄这事儿，哎，慢慢看看他是不是冤枉的呀，啊，看看他是不是冤枉了。所以国民党那边呢，就是国民党建制派啊，总是不积极啊。到了2001年，啊，统战价值完全没有了。那就是2001年中国的奥运会啊，那2001年都快开了，我操，就是中国已经完全崛起了，你台湾已经完全明白自己的状态了，而且2001年台湾已经开始进行民主选举了，民进党上台了。所以呢，民进党就更没有历史包袱了。民进党保护你个球啊！我操，民进党是想台湾独立的，跟你他妈中国离越远越好。反共意识对于民进党毫无价值可言啊！民进党不反共啊！我跟大家科普一个历史常识：民进党不反共啊！不要说民进党反共，我告诉你，民进党不但不反共，而且民进党发展壮大跟共产党有直接关系。哎呀，你就看老王的历史频道，他妈长用得着的冷知识，就是民进党当年在台湾备受打压的时候，民进党这些骨干都是共产党给钱给枪养出来的。共产党当年最大的敌人就是国民党，所以反对国民党的人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所以民进党早期是得了共产党大量的帮助的。今天民进党在台湾拿到了政权，人家民进党是要独立的，是要独立建国。我跟你中国是两个国家，他反共干嘛呀？他叫反中。所以不要一帮大傻逼逻辑知识不行，动不动说民进党反共，民进党叫反中或者叫反华都可以，他不是反共，明白吗？因为人家是不愿意当中国人了，不愿意当华人了，我要当台湾逆子，所以我当然是反中反华，反个鸡巴毛共。只有国民党是反共，因为它是内战，一个党反另一个党，你这边当然就是反国了，那边就是反共了啊！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是共产党赤匪，这边是国民党白匪，这互指为匪，那是什么？一个国家内部的，哎，你们国家内部两拨人打架，那当然互反了。所以不要说民进党反共啊，民进党不反共的，相反，我觉得民进党还挺共的。民进党是反华啊，谁在中国当一把手，民进党都会反他的，因为你只要不放弃统一台湾，那民进党就一定会反你的嘛，民进党要跟你做一边一国的嘛。好了，所以呢，这个
民进党呢上台之后呢，捉常人就要死了啊，这就是他妈的人类的规。